部落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单靠打猎和采集野果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，所以人们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首领炎帝对此十分担忧，他日日在山间寻找可以充饥的食物。有一天，炎帝看见一群红色的鸟在几株金黄色的植物上不停啄食，他取下几颗谷粒吞下肚，饥饿感顿时减轻。炎帝命人把和这种植物类似的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，一部分用来填饱肚子，一部分撒在土地里精心照料。春去秋来，产出的谷粒堆成山，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。人们感激炎帝的恩泽，尊称他为神农。可是吃饱了肚子的人们还有一件麻烦事，那就是经常生病。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用草药治疗疾病，所以得了病只能硬撑。神农心想，大地上有那么多植物，我已经找到了可以充饥的植物，要是还能知道哪种植物能治病，能治什么病就好了。为了弄清各种植物的药效，神农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采来各种各样的草木，分别放进嘴里品尝。如果味道清甜可口，吃过之后身体没有什么异常反应，他就让人们把这种植物当菜吃。如果这种植物会使自己的身体出现异常反应，比如吃完后身体发凉、发热，或是病痛缓解，他就马上记录下来。其实采集品尝植物这一过程既艰辛又危险，他一路上过江涉水，爬山越岭，时常遇到虎豹、豺狼等猛兽，而且许多草木是有毒的，有的能让人舌头发麻，有的能使人头昏眼花，有的能叫人腹泻不止，等等等等。有一次，神农在1天之内竟然中了70次毒，可是为了造福人类，神农不论遭受多大的苦都不肯放弃。某天，神农吃下一种开着小黄花的草，霎时觉得天旋地转，腹中剧痛难忍。原来那株不起眼的植物竟然有剧毒，将神农的肠子烂断了。神农担心人们会误食这种毒草，忍着疼痛将这种植物的外形和毒性详细地记录了下来，并给这种植物取名为断肠草，告诫大家千万不要食用。天帝被神农的精神感动了，他派人向西王母要来不死药，医好了神农的病痛，还赐给他一根赭鞭。这根赭鞭十分神奇，无论什么花草树木，只要用鞭子打一下，药性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在鞭子上。这个方法比直接食用安全多了。有了这根鞭子，神农做起事来就事半功倍。最终，他为人类找出了几百种治疗疾病的草药。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的恩德和功绩，人们奉他为药王神。